如果拜登政府再向中国施加毫无道理的政治压力，把中国逼到必须实施反制裁的程度，那么谁也拦不住。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包明。这期话题我们说一说，在制裁俄罗斯上逼迫中国是谁给了美国政府的权利。乌克兰战争爆发以后美国就在各种场合威胁中国，强迫中国加入对俄罗斯的制裁的阵营，口气大得吓人，说不加入中国就会面临极为严重的后果。美国从政府到媒体这1个多月以来反复地指责中国，说正是因为中国的支持，俄罗斯才能够把这场战争打下去。应该说如果中国站在美国一边去制裁俄罗斯，的确会让俄罗斯的处境更加的艰难。可是要说俄罗斯就会把仗打输，那也是绝对不可能的。到目前为止，俄罗斯还仅仅是靠常备军在打仗，甚至还没有动员自己的预备役。如果认为仅靠经济制裁就会让俄罗斯败下阵来，那是缺乏常识。1个多月过去了，中国完全没有理睬美国的胁迫，始终坚持从维护国家利益和公平正义出发处理与俄罗斯以及其他国家的关系。其实呢，美国只是嘴上叫的厉害，对中国呢也没敢怎么着。美国政府甚至还对352种来自中国大陆的进口产品做了关税的豁免。这一切都宣示了美国的外强中干，美国已经没有什么牌可打了。这种情况已经让美国的一些学者感到非常的不安了。最近有一名叫做詹姆斯·希洛特的学者就表示，美国再这样的逼中国站队可能会适得其反，让中国和俄罗斯更加紧密的团结在一起。中国外交部门一再正告美国，中国不是乌克兰战争的当事一方，乌克兰危机更不是中国挑起来的，美国没有理由为这场战争对中国发动制裁。如果美国坚持一意孤行，中国一定会发动反制裁，让美国人付出惨痛的代价。那中国到底可以怎么样的反制美国呢？这位詹姆斯分析的还是比较透彻的，甚至可以供我们的有关职能部门做决策参考了。按照詹姆斯的说法，中国反制裁的主要方向有2个，分别是对内和对外。在对内，中国可以不再给美国的品牌提供代工，并且可以禁止这些品牌继续在中国市场上的经营，特别是那些不属于生活必需品行业的，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苹果公司。没有了苹果，我们还有很多品牌可以选择，但是这个全球排名第1的上市公司立刻就会遭到沉重的打击，不但会失去中国巨大的市场，还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去重新找地方生产。对外方面，中国可以对出口给美国的商品收取更高的关税。传统上，为了扶持国内的制造业我们对于出口商品采取了税收优惠的政策，甚至完全不收费，这样才能够加强中国产品的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然而，新冠疫情肆虐的这几年以来，中国是全球唯一的生产链、供应链还完整的国家，竞争对手大量的消失。现在的问题不是竞争力的问题，而是中国的供应链不能再出问题，这已经成了全球经济学家的共识。因此呢，当宁浦的北仑港和上海市先后爆发疫情之后，国际经济界和航运界是异常紧张，唯恐已经岌岌可危的全球供应链会再受到破坏。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已经成了世界上很多国家生活必需品的唯一供应方。就算是中国对出口美国的商品征收高额的税款，最终导致销售价格的上涨，那么美国的老百姓也得捏着鼻子接受，不买就没有了。当然，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还没有这么绝情。所以詹姆斯认为，美国政府必须认识到，中国永远首先为自己的利益服务。中国希望与俄罗斯保持战略伙伴关系，但也要与西方保持经济关系。对西方来讲，最坏的可能的结果是中国全力支持俄罗斯，公开提供军事和经济的援助。如果拜登政府再向中国施加毫无道理的政治压力，把中国逼到必须实施反制裁的程度，那么谁也拦不住。事情之所以会发展到这个地步，完全是因为美国给自己惹了一个解决不了的麻烦。他从一开始就不应该挑动北约的东扩，不应该在乌克兰发动政变，扶持亲美反俄的政权，
更不应该把俄罗斯逼到忍无可忍的境地。如今所有的烂摊子都要美国人自己来收拾了。好，这句话题就说到这里。